Just me, my bike, and the open road. Let's roll. 这一次的路线是环法官方认证挑战赛 The Top by Tour de France 104公里挑战组路线，名字好长，反正就是去不了法国骑单车朝圣，先在台湾体验环法啦。四线中潭公路，准备要去日月潭。这一次不从埔里上日月潭，要去北山坑街环法日月潭站路线。一过北山隧道就要马上右转，要不是之前做功课有看到刚刚那头路，我还真的会错过。今天我的环法日月潭站路线起点就从北山坑开始，这是我第一次骑147耶，来日月潭超多次了，每一次到日月潭的路线都一点点不同，有时候从彰化过去，有时候从台中。那这是我第一次要从147下到水里，然后再到日月潭，走吧。这一路进来，左右两旁的养鹿人家超多，开始期待路上会遇到鹿，很想看看路旁的养鹿场，鹿都在做什么，怎么都没闻到鹿的味道，真的很神奇，完全没有鹿的味道。就这样从北山村寻鹿到南港村，真正的鹿当然看不到，鹿的意象倒是很多，让你不注意也难。其实从刚那北山坑147县道0公里开始，就是第一段爬坡计时9公里。你们能抢分的记得冲，我能爬上来就很谢天谢地啦。爬坡147大概8公里处，这里开始爬坡了。水里乡过了刚那个制高点国姓与水里的交界处，就开始下滑到接131县道右转。OK， 147段结束了，现在在131往水里的方向，来到大马路了，车子感觉就会变比较多一点了，要小心哦。路过车城，一定要进来双土地公庙，和土地公打声招呼。上个厕所补水之余，竟然有泡面，太神！一群狗，该配眼镜的是山羊啦。遇到山羊，不知道谁怕谁。来日月潭，第一次停双土地公庙。果然，土地公送大礼，山羊们看到你们超开心。接下来进水里市区，这路线带我走水里热闹的民族路，一路逛到水里乡公所。这是大家最熟的水里蛇窑。顶坎社区。这在全台最美全家旁的墙上艺术很用心，下次去全家水里染染店，记得弯过来旁边这小巷子欣赏哦。补给完就要上台21前往日月潭了，新高登山口纪念碑，以前爬玉山的起点呢。一弯上台21就是比赛的登山王爬坡计时赛段11公里。来注意看一下这两旁啊，有没有发现了什么？你注意看，这沿路是没有路灯的。我记得有一次来日月潭的时候，骑在这地方，大概是大清早4点多吧，
哦，那时候骑在这里，只能说把车子的前灯关起来，伸手不见五指，超赞的。因为天上那个星星有够漂亮的，还好这路很大，所以其实大概知道直直的骑，也不太需要路灯，就偶尔开一下，大概知道路线长怎样，然后就把灯给关起来。哇，那感觉超赞的！高手们在爬坡计时段冲刺，我这凡人休闲骑这一段就是一直爬坡，很考验耐心与耐力。看到这岔路，直直走到象山游客中心，我们要取右线往台21甲环潭公路。投射是全台最高海拔丝瓜生产区，夏天来可以看到一整片丝瓜黄金花海。第一次从这个方向环日月潭，没想到不同的方向竟会有截然不同的体验。过了玄奘寺、伊达邵、日月潭缆车，我们就来到象山游客中心啦。这里才是环法官方认证挑战赛日月潭站的正式起点。而我现在要折返往鱼池市区去接131县道。我这次为了要顺拿日月潭环潭认证，比环法路线多绕了象山道投射路段来回，再加上忘了开 Valadash 记录环湖，导致投射 Strava 路线环湖公路 Climb 500公尺，平均坡度12%那段来回2次，真是搞死我啊！进入鱼池市区，现在顺利接上131县道。这个131要爬大林这个一小段，希望这一小段呢，应该是下滑，很开心才对的。还是平路下滑吧。这个路口很重要，取左，右边是前往东光。131这边的路况没有很好，坑洞多，下滑到这里要特别注意。下滑段结束了，要准备进入埔里市区。要赶在天黑前前往中台禅寺。没有去过，感觉很壮观。天哪，看到夕阳了。中台禅寺左转，感觉快到中台禅寺了，太开心了！要赶在天黑之前到，准备左转。我就知道要去这种寺，都一定要先爬坡。啊，我已经超累了，还要爬坡，加油！在中台禅寺前短暂停留，我就这样要赶回北山坑，完成今天的环法日月潭路线。哦，都快要天黑了，还在台14分池。过了北山坑，我一路骑回台中大庆车站。顺利赶上最后一班前往竹北的火车，